因為咧就係近期咧大家都知啦，咁其中匯控咧都係一個即係香港人好中意嘅股票啦。咁匯控其實咧不知不覺咧都創咗歷史新高㗎啦。即係如果你睇翻嗰個匯控嘅股價圖啦，咁你以一個已經係叫做反映咗佢嘅股息嘅一個股價圖嘅話咧，其實匯控而家咧係喺歷史嗰個高位附近㗎啦。咁另外咧就係香港一啲嘅呢一個銀行股啦，中銀啦、中銀香港啦、恒生銀行啦，亦都係唔少投資者，尤其是一啲收息為主嘅投資者咧，咁會以呢個中銀香港啊、恒生銀行啊、匯豐銀行、匯控啊、匯豐控股啊，咁都作為一個收息對象啊。咁所以我趁今晚個機會咧，咁都更新一下香港銀行股呢個板塊嘅一啲情況啦嚇。嗱，咁呢幅圖咧就係講一個叫做 CASA 嘅比率啊。咁 CASA 以前都講過啦，CASA 即係 Current Account Saving Account 啦。咁基本上咧，佢就係銀行成本最低嘅一個資金來源嚟嘅。咁如果我哋睇整個銀行業嚟睇嘅話啦，咁你會睇到呢一個圖咧，左邊嗰個圖啦，咁藍色嗰條線咧，你會睇到其實咧近幾年咧香港銀行嘅呢一個我講嘅整體銀行業啊嘅 CASA 比率咧係持續咁樣下跌㗎，個趨勢係向下嘅。咁原因係咩咧？原因咧就係因為美國加息啦嚇，大家知道美國加息啦。咁香港嗰個銀行嘅定期咧一度係非常之高啊，即係5厘幾都有啊。咁變咗好多人啊，包括我身邊嘅朋友啊，甚至我自己啊，前幾年咧都有試過咧做定期啊，都有試過做定期嘅。咁呢一個定期咧就會令到嗰個 CASA 嘅比率咧下跌嘅啊，即係一個活期一個定期。咁如果你銀行存戶啲錢由活期轉去做定期，咁呢個 CASA 嗰個存款咧就會下跌啦。咁 CASA 比率咧亦都會下跌啦。呢個就係主要嘅原因啊，就係因着美國加息，咁個定期個息率好吸引，咁而導致到啲人咧將存款咧就由活期存款轉向定期存款啊，呢個叫做存款定期化，咁導致香港銀行業近呢幾年嗰個 CASA 比率咧就係一路咁樣跌㗎。嗱，咁呢個就係銀行行業就係咁樣嘅情況啦。咁但係唔同銀行之間咧，咁佢個 CASA 比率咧係唔同㗎。咁你睇右邊嗰幅圖咧，咁你就會見到由高至低啦嚇，就係匯豐銀行。呢個匯豐銀行係講緊香港嘅匯豐銀行啊。因為大家知道匯控咧，5號仔匯控咧，佢嘅業務咧係其中一個好主要嘅業務咧，係香港匯豐銀行啊。咁當然恒生銀行都係佢嘅一個子公司啦。咁當然佢亦都有海外嘅業務啦。咁呢度只係講緊香港匯豐銀行。咁佢個 CASA 比率咧就係61%，其實係香港銀行當中咧係最高㗎啦。咁雖然咧佢都由高峰75%下跌到61%，因為佢都抵受唔住呢一個存款定期化嘅潮流啦，咁都會跌啊。不過佢仍然係61%咧，係領先其他銀行嘅。咁第二位咧就恒生銀行都有51%啊。咁第三位就中銀香港啦，就係46%嘅。咁整個行業咧，平均咧就41%，咁即係話匯豐、恒生、中銀嗰個 CASA 比率咧都係高過行業平均㗎。咁但係東亞銀行咧就得29%啊，就低過行業嘅平均，都幾多下啦。咁即係代表咩？代表東亞咧，佢嗰啲存款咧，資金成本最低嘅呢個 CASA 存款咧係最少啊。咁呢個係其實咧係對東亞銀行冇咁有利啊，因為咧越高 CASA 比率咧係代表呢間銀行嘅資金成本咧就越低啊。
咁所以 CASA 比率一個高嘅 CASA 比率咧，其實係銀行嘅核心競爭能力之一嚟嘅。OK， 咁咧就係第二幅圖啊。嗱，第二幅圖咧就講咧嗰個香港銀行嗰個貸款同埋存款個增長個趨勢啊，增長個趨勢。咁咧如果你見到淺藍色就係存款啊，淺藍色係存款，深藍色咧就係貸款嚇。咁啊，你睇到左手邊呢幅圖咧，就係呢幾年啦，由2026年去到2024年，咁多年來香港銀行嘅呢一個整體嘅存款同埋貸款嗰個增長嘅情況啊。咁你會睇到啦，其實以前香港銀行經濟好景嘅時候啊，貸款增速即係深藍色嗰條線咧，貸款增速係非常之唔錯啊，有時都20幾個%啊。咁而且藍色嗰條咧，貸款嘅增速咧係會高過存款，即係淺藍色嗰條存款嘅增速嘅，即係話貸款咧增長咧係超過存款增長嘅。咁嗰陣時就香港好景嘅時候啊。但係你近年咧，你會睇到一個現象咧，就係啦，嗰個尤其是由2020年開始啊，咁啊個存款嘅增速咧，即係淺藍色嗰條咧，就高過深藍色嗰條喎。咁啊代表貸款嘅存款嘅增速咧，就高過貸款嘅增速啦。甚至你見到由2022年開始咧，係存款增速係升嘅。你見到由2020年嘅 1.7% 增速，去到2023年嘅 5.1%， 再去到2024年嘅 7.1%。存款增長就都唔錯啊。咁但係個貸款咧就係一個負增長啦，負數嚟㗎嚇。你會見到2022年就跌咗3%， 2023年就跌咗3.6%， 2024年就跌咗2.8%。咁呢個咧就冇辦法啦。你由呢一個存款同埋貸款嘅增長嗰個圖咧，你會見到近幾年香港嘅經濟咧就係的確係唔好啊，的確係唔好。咁呢啲嗰個咧其實個經濟好唔好咧，就會反映喺銀行嗰個貸款嘅增長速度嗰度啦，係負增長㗎。OK， 咁除咗你個貸款增長之外咧，咁你個貸款質素咧都係非常之緊要㗎。咁貸款質素咧，你睇呢幅圖啦，咁嗰個咧就係叫做特定分類貸款比率啊。陣間我會解釋咩叫特定分類貸款比率。咁首先我哋睇下呢幾年嘅趨勢啦，你會見到呢個深藍色嗰條線咧就係總貸款啊，而淺藍色嗰條咧就係內地相關嘅貸款啊。咁無論係深藍色嘅總貸款或者淺藍色嘅內地相關嘅貸款，呢一個特定分類貸款比率咧都係向上升㗎，即係向上升，即係代表呢一個貸款質素係惡化嘅，係惡化。因為特定分類貸款比率越高咧，其實係貸款質素嗰個信用風險越大啊。咁所以越高就越唔好。咁你見到個趨勢咧就係上升嘅，即係個信貸風險係上升啊。咁呢一個其實金管局咧係定期會公布香港銀行嗰個銀行業嘅呢一個特定分類貸款比率嘅數字嚟啦。咁最新就我嘅數據咧就去到2024年嘅6月份啊，截至2024年嘅6月份。咁香港本地市場嘅呢一個特定分類貸款比率就由2023年底嘅 1.57% 升到2024年6月底嘅 1.89%。咁呢個就係深色嗰條線啦。咁而內地相關嘅貸款，因為香港銀行都會參與內地嗰個貸款噶嘛，
咁如果你係分類睇內地相關嘅貸款嘅特定分類貸款比率咧，就係由2023年底嘅2.58%升到2024年6月底嘅2.78%，嗱都係升㗎。同埋你會睇到其實內地嗰個貸款嗰個特定分類貸款比率咧係高過香港㗎，咁即係代表內地個貸款個風險咧係比香港高啊。咁呢度解釋下香港呢一個貸款嘅分類制度係點咧？嗱，根據金管局嘅貸款分類制度啦，咁佢就會根據呢個借款人，即係借錢嗰個人啦，通常即係公司啦嘅還款能力，同埋你回收嘅貸款嘅本金以及利息，究竟係有冇回收嘅呢一個問題咧？去評估啊，你評估咧就係借錢嗰人嘅還款能力，同埋你究竟收唔收得翻個本金同埋利息，咁你要做評估，銀行要做評估。咁根據呢一個評估嘅結果咧，咁銀行就會將貸款咧分做5大類嘅嚇，分做5大類。第一類咧就叫做合格嘅合格嘅貸款。第二類咧就叫做關注類嘅貸款。第3類咧就次級。第4類咧就呆滯。第5類咧就虧損啊。嗱，咁其中如果你係列入次級、呆滯、虧損呢3類，即係最後呢3類嘅貸款咧，就叫做特定分類貸款。OK， 咁所以你頭先見到嗰條線講嘅所謂特定分類貸款比率，即係話你香港銀行借出去嘅貸款當中，佢會分5類啊嘛，佢所有貸款都會分5類啊嘛。後邊嗰3類嘅，包括次級、呆滯、虧損。嗱，如果你借出嘅貸款係屬於後邊呢3類嘅咧，咁你將佢加晒佢，加晒佢之後咧，除翻你總貸款，咁呢個咧就係叫做特定分類貸款比率啦嚇。咁呢個特定分類貸款比率越高咧，係代表你嘅資產質素咧係轉壞咗㗎。咁而如果你呢個特定分類貸款同埋關注類，即係第2類啦，頭先講第一係合格當然係最正啦、正常啦。咁第2類就都需要開始關注啦。咁後面嗰3級就係一定係叫做呢個特定分類啦。即係如果你將特定分類再加埋都要關注嘅，即係第2類，即係2、3、4、5類基本上即係第2、第3、第4、第5類加埋佢咧，呢個叫做有問題貸款啊，有問題貸款。不過頭先嗰幅圖嗰條線咧，只係講緊特定分類貸款嘅比率嘅，即係講緊最壞、最資產質素最差嗰後邊嗰3類嘅總和咁嗰個咧統計咧就係特定分類貸款啦。嗱，咁其實個利息同埋本金拖欠嘅時間個長短啊，同埋你衡量究竟有冇機會收翻你個貸款啊，呢啲係一啲好重要嘅指標嚟噶。咁如果你個利息同埋本金佢超過咗3個月都唔還嘅，或者超過咗6個月都唔還嘅，咁咧就一般你銀行點都要列為次級或者呆滯噶啦。不過咧拖欠，即係你好明顯咁出現你拖欠本金或者利息咧，已經係有問題貸款嘅一個考慮因素啦。咁但係有時咧就算你好正常咁還款好正常咁還款，如果你有理由相信呢間即係呢個借款人，即係如果你有理由相信呢一個借款人，佢可能出現問題嘅，即係可能你見到有啲消息公司嘅消息或者嗰個行業突然間出現好大嘅問題咁雖然佢係正常咁還利息嘅，但係如果佢嗰間公司突然間出現一啲新聞，佢個行業突然間出現一啲新聞，你覺得呢個有可能影響佢將來還款嘅情況，咁咧你都可能需要將佢列為次級或者呆滯，即使佢目前係正常咁還息嘅，但係你根據每間公司如果出現一啲特殊嘅情況，你都要將佢列為次級或者呆滯。咁無論如何就統計咗呢一個香港銀行業嘅呢一個特定
貸款比率，咁特定分類貸款比率啦。咁大家都睇到個趨勢啊，都係向上升嘅，咁即係唔好啦。咁下一個咧就係亦都係市場好關注嘅，究竟香港銀行喺呢一個商業房地產貸款嘅呢一個信用風險啊，都係目前投資香港銀行股嘅投資者非常之關注嘅一個焦點嚟㗎。嗱，咁商業房地產貸款佔比最高嘅銀行，即係當然唔係講緊全港咁多間銀行啦，係講我哋覆蓋嘅銀行啦。咁你會見到咧比較高啊，就係恒生銀行、恒生銀行、中銀香港同埋東亞銀行啦。咁分別就係恒生銀行咧就係16.2%，中銀香港咧就15.4%，東亞銀行咧就12.1%。嗱，咁呢個比率越高咧，即係代表佢貸款當中商業房地產貸款佔比越高嘅嚇。咁亦都係你需要更加關注嘅。如果你覺得香港商業房地產依家係比較高風險嘅一種貸款，咁呢3間銀行喺商業房地產貸款嘅佔比係比較高，咁你就需要關注啦。嗱，咁相反咧，匯豐銀行同埋渣打銀行咧，咁佢喺香港嘅商業房地產貸款佔比咧就相對比較低喎。匯豐只有3.8%，渣打銀行更加低到得0.9%。咁相對嚟講咧，匯豐同埋渣打咧，咁大家就唔需要擔心咁多啦。即係呢個好多時都係相對嘅啦。咁恒生銀行嗱，即係你貸款佔比高係一樣嘢啦，咁但係你個貸款質素亦都係另一樣嘢啦。咁而恒生銀行嘅商業貸款嗰個不良率咧係9.6%，係比較高嘅喎。相比之下咧，中銀香港咧只係0.2%，即係話雖然恒生銀行同埋中銀香港目前喺呢一個香港房地產呢個商業房地產嘅個貸款佔比都係相對比較高嘅。如果你比較匯豐同埋渣打，咁但係喺個貸款質素嚟講咧，恒生銀行嘅貸款質素咧暫時係差過中銀香港嘅嚇。咁呢個就係投資者需要關注嘅呢一個商業房地產貸款嘅質素。OK， 咁下一個咧就講緊呢一股東回報率啦，即係大家知啦，依家都好重視啊，即係唔止係內地嗰個重視呢一個股東回報，重視派息，香港投資者都係好重視呢個派息。咁尤其是如果你買香港銀行股係為咗股息嘅話咧，咁都係非常之睇重呢一個究竟呢間銀行佢回饋股東個情況係點啦？嗱，咁呢度會睇到深綠色嗰條線咧就係恒常嘅派息股息率嚟嘅，恒常嘅派息股息率。而嗰個咧黃黃地色嗰個咧就係回購嘅，即係有啲公司會回購啦。咁回購其實都係一種回饋股東嘅一個途徑嚟㗎。咁所以咧恒常派息，我哋要計入去呢間銀行去回饋股東嘅一個途徑，回購股份亦都要計入落去㗎，因為股東係會得益㗎。咁淺藍色嗰條咧就係特別派息嘅，咁因為特別派息唔係間間都有啦。嗱，咁我哋從呢度嘅總結嚟睇，你睇到匯豐銀行嗱，其實匯豐銀行、東亞銀行、恒生銀行同埋中國銀行，佢嘅恒常股息率咧都超過6%㗎，都超過6%，咁都唔錯。咁而匯豐咧更加有1.9% 係靠呢一個特別股息嚟回饋股東嘅，以及如果我哋睇黃黃地色嗰橛咧，就係回購股份啊，有5.7% 係即係回饋股東係來自回購股份嘅。咁而東亞銀行同埋恒生銀行以呢一個回購股份嚟到回饋股東咧，都佔咗1.5% 同埋1.6% 嘅，咁都唔錯。
嗱，咁渣打銀行比較特別啦，渣打回饋股東嘅方法咧係主要靠回購股份喎，佢差唔多係7.4%咧，嘅股東回報咧，佢係用回購股份嘅方法俾翻股東嘅，而用恆常股息嘅方法咧，只係2.6%啊，即係如果你計翻嗰個恆常嘅股息率就2.6%，咁但係無論如何，其實如果你將恆常派息加埋特別股息，再加埋回購股份，香港呢啲銀行咧都唔錯啊！即係對於一個回饋股東嘅呢一個方面咧，都做得唔算差嚇，唔算差。